大家好，歡迎嚟到日更解碼。喺今年嘅3月，一套講述韓國宗教醜聞嘅紀錄片《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喺 Netflix 上架，令到呢個邪教再次引起外界嘅關注。喺紀錄片嘅第1集，一名年輕貌美嘅女子喺鏡頭面前自白，挺身揭開女教徒受侵犯嘅內幕，更加引嚟唔少香港觀眾嘅目光。除咗因為佢嘅甜美外表之外，仲因為佢係香港藝人方力申嘅女朋友。自稱為救世主嘅教主鄭明析曾經因為性侵罪喺2009年被判囚10年，受害人遍佈澳洲、日本、台灣等等多個地方。但係點解呢一個醜聞不斷嘅教派依然能夠喺過去10幾年間持續擴張，亦未有被韓國嘅政府所禁絕，喺國內更加有10萬名信徒呢？鄭明析呢個人究竟何方神聖？一個大叔點解可以吸引咁多年輕貌美嘅女子為佢獻身？呢個教派係有國內嘅財閥喺背後支撐，定係另有內情呢？攝理教原名為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又叫做 JMS， 即係鄭明析英文拼音名嘅縮寫。由現年78歲嘅鄭明析創辦兼擔任教主。據澳洲廣播公司2017年嘅報導，攝理教聲稱喺韓國有10萬個信徒，300個分支教會，全球多個地方都有分佈，包括美加、英國、澳洲、南非、德國、日本、台灣等等，宣稱喺海外亦都有1萬名信徒。而紀錄片《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就指呢個教派有200至到250個分支教會。鄭明析喺1945年3月16號出生於日治時期嘅朝鮮，係一個貧窮家庭7個子女入邊嘅第3個仔。鄭明析自7歲嘅時候開始接觸基督教，並且喺石莫里基督教教會受浸成為基督徒。15歲開始過住修道嘅生活，20歲就已經成為長老教會信徒，並且擔任主日學嘅老師。佢同時亦都熱心於街上嘅宣教。鄭明析曾經2度參與過越南戰爭，佢喺越戰回國之後，因為目睹戰爭嘅悲慘，生命可貴，於是下定決心獻身教會。1970年將越南戰爭所得到嘅薪餉全部用喺重建石莫里教會。1975年至到1978年期間，將修道期間由聖經所得到嘅體會整理為圖表同埋講義，去到各地進行宣教。1978年曾經短暫接觸過韓國嘅另一個新興宗教統一教，並且擔任講師。由於鄭明析主張冇任何人類可以冒充耶穌嘅名義自稱為彌賽亞，意思即係受上帝嘅指派嚟拯救世人嘅救世主。佢亦都指責統一教嘅創始人文鮮明冇盡到見證耶穌嘅施洗約翰嘅使命。統一教冇辦法接受鄭明析所教導嘅內容，於是鄭明析就脫離咗統一教。鄭明析之後喺1982年成立愛天宣教會，亦即係後嚟嘅攝理教。喺之後嘅30年間，教會不斷壯大，並且使用耶穌教監理會真理總會長嘅頭銜。自稱救世主嘅鄭明析不斷宣傳我是神。佢被指控以愛的教育或者檢查身體為理由性侵女信徒，被洗腦嘅被侵犯者仲以為得到上帝嘅愛。喺1987年，女信徒同埋女大學生喺雜誌上面指受到性暴力。鄭明析之後被以欺詐同埋強姦嘅罪嫌提起告訴，並且引發韓國高麗大學嘅學生抗議鄭明析。但係後嚟鄭明析方面嘅代表介入協調，最後同女性嘅受害者以和解收場。雖然並冇停止攝理教會喺高麗大學嘅行動，但係就令到鄭明析喺首爾南部地檢單位留低咗調查嘅記錄。之後喺1999年1月，一名嘗試脫離攝理教嘅女教友喺首爾文澤被攝理教友綁架上車。當車喺高速公路休息站停低嘅時候，
佢跳過咗高速公路嘅分隔帶成功逃走，但係就全身擦傷。警方之後展開調查，4名綁匪被收押。女教友爆出自己係鄭明析喺明月洞嘅情婦之一，唔單止一次發生過性關係，一啲女教徒更加被鄭明析性侵之後冇辦法生兒育女。呢單爆炸性嘅新聞引發咗當地媒體嘅強力關注。鄭明析因為咁而迅速逃離咗韓國，展開咗長達8年嘅逃亡生涯。期間以宣教嘅名義去過日本、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等等世界各地。鄭明析離開韓國之後並冇收斂，佢所到嘅地方都一一傳出女信徒被性侵嘅事件。日本同埋台灣都將佢列入咗通緝嘅名單。鄭明析喺2002年因為簽證頁用完，喺香港更換護照嘅時候，被韓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沒收。自此之後，佢就用假證件或者偷渡嘅方式非法穿越過境。2003年7月，鄭明析被香港入境處因為非法滯留香港而被拘捕，之後以10萬蚊美元保釋。韓國隨後透過國際刑警要求逮捕鄭明析，而鄭明析就以迫害宗教自由為理由，向香港政府申請庇護。不過喺公聽會開庭嘅時候，鄭明析並冇出現，而係偷渡去咗大陸嘅中山。2004年12月，國際刑警提升鄭明析嘅通緝等級，列入紅色嘅通緝名單。2006年4月18號，反對攝理教會嘅社會團體喺首爾舉行記者會，2名韓國女子指控鄭明析。佢哋表示原本以為係前往中國遼寧省嘅鞍山市係做跆拳道表演，點知喺4月2號喺郊外嘅4棟豪華別墅裏面受到鄭明析嘅性侵害。佢哋喺4月4號準備搭飛機返韓國嘅時候，被鄭明析嘅弟子等等企圖綁架，好彩經中國公安及時搭救而逃出虎口。鄭明析喺鞍山涉嫌性侵，由韓國前往參見女信徒嘅案件曝光之後，韓國記者去到鞍山採訪，點知被鞍山市公安局人員拘留之後遣返。期間鄭明析嘅中國管家自由出入當地嘅公安局。記者報道嘅時候，呼籲韓國政府應該要求中國政府提升調查嘅權級，避免當地人脈包庇國際通緝犯。韓國警方於是確切得知鄭明析嘅藏匿處。韓國法務部喺2006年11月30號再次向中國政府提交引渡申請。北京方面喺2007年4月10號開始逐步瓦解鄭明析喺遼寧鞍山嘅地方包庇勢力。2007年5月1號，鄭明析喺逃亡去到北京嘅時候被警方逮捕。而喺2008年1月7號，中國國務院同意引渡鄭明析返到韓國受審。鄭明析喺2008年2月20號由中國引渡遣返韓國，當時機場聚集咗幾百名擁護攝理教同埋反對鄭明析嘅人士。抵達韓國之後，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檢察處隨即對鄭明析展開包括性侵、侵佔、欺詐等等9件控訴案嘅偵訊工作。喺經過韓國嘅司法偵訊之後，2月23號，檢察官宣布正式以性侵罪逮捕鄭明析。最終喺2008年8月14號，佢被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宣判，判處有期徒刑6年。檢控方同埋鄭明析同時不服判決而上訴，鄭明析更加聘請知名律師幫佢辯護而舉國譁然。不過喺2009年2月10號，二審宣判佢加重刑期至到10年。2018年，鄭明析刑滿出獄，但係仍然繼續對女性教友實施性侵犯嘅行為。佢由2018年3月至到2021年9月，喺位於中清南道錦山郡嘅全教會旗下研修院等地，對一名香港女信徒，即係影片一開始提及過方力申嘅女朋友，合計實施咗23次性暴力同埋猥褻，仲猥褻咗一名澳洲籍同埋韓籍嘅女信徒。之後，香港嘅葉圈同埋另一個澳洲籍嘅女信徒，
就喺記者會上面公開頂正鄭明析性侵女教徒。鄭明析最終喺2022年10月再度被韓國警方逮捕。而韓國媒體喺今個月22號報道，涉嫌性侵女信徒嘅韓國攝理教總裁鄭明析被判23年嘅刑期。鄭明析以強姦同埋猥褻罪名被刑事起訴。大田地方法院刑事庭12月22號就鄭明析案件宣判，判處有期徒刑23年，佩戴電子腳扣15年。今後10年禁止喺兒童同埋青少年相關設施同埋殘疾人福利設施工作。今次嘅刑罰裁量遠超大法院量刑委員會提出嘅量刑範圍，即係有期徒刑4年至到19年3個月。法院表示，被告人針對多名信徒慣性施加性暴力，惡意利用順從自己嘅女信徒心智迷亂嘅狀態。被告由接受偵查機構調查，去到法庭審理嘅全個過程，都一直否認犯罪，為受害者帶嚟嚴重嘅2次傷害。法庭又指出，案件中多數相關人士接受調查嘅時候作虛假陳述，有組織咁樣妨礙調查。至今以性暴力或者猥褻罪名向偵查機構控告鄭明析嘅受害女性合計有21人，其中仲包括未成年人士。同鄭明析合謀作案嘅攝理教4名高層喺近期進行嘅一審當中，分別判刑1年6個月至到7年不等。